大家好，一提到美国的不平等问题，你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是什么？我猜啊，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不同族群之间的收入差距，对吧？但这儿如果说这只是整个故事里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份可以说有点颠覆性的研究，它就深入地剖析了这个问题，带我们看看收入差距的真正根源到底是什么。好，那要想弄明白这研究，咱们得先分清楚两种不同的不平等。你看这张图啊，很直观，上面这个叫做组间不平等，说白了就是我们平时聊的最多的不同族群之间，比如亚裔和白人，他们平均收入的那个差异。然后呢，你再看下面这个，它的分布是不是宽了很多？这个就叫组内不平等，指的是在同一个群体内部，人与人之间巨大的收入鸿沟。所以呢，就引出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：今天美国的这种收入不平等，它的主要驱动力到底是历史造成的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呢，还是说其实是每个群体内部这种机会和资源的不平等造成的？这项研究就是要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底。在揭晓答案之前呢，我想先跟大家看一个数字，就是这个96%。对，你没看错，就是96%。这个发现，说实话，可以说是相当颠覆性的。你看这张图就明白了，它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美国高达96%的收入不平等，其实是发生在同一个族群的内部。而我们平时在媒体上，在各种辩论里反复强调的那些不同族群之间的差距，实际上只解释了剩下的那4%。好，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在想，这个数字听起来也太反直觉了吧？96%都在内部，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？别着急，咱们接下来呢，就深入剖析一下，看看这个惊人的发现背后到底藏着多么严谨的研究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研究的数据，它的基础可以说相当扎实了。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和美国社区调查的海量数据，覆盖了大约400万在美国出生并且处于工作年龄的个人。你想想看，这么大的一个样本量，这就确保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。那么，研究人员是怎么能这么精确地算出这个比例的呢？他们用了一个很关键的统计工具，叫做泰尔指数。你不用搞懂它复杂的数学原理，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把非常精密的尺子。这把尺子能做什么呢？它能把一个社会总的不平等程度完美地分解成2个部分，一部分是发生在群体内部的，另一部分呢是发生在群体之间的。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每一部分到底占了多大的比重。而且你看啊，这个结果非常稳固。研究人员试了不同的分组方式。你看左边，当他们把人群按照186个非常具体的组级来划分的时候，结果显示96的不平等都来自群体内部。然后你再看右边，即便他们换一种分法，就用我们平时最熟悉的6大族裔来分，这个数字依然高达97。所以你看，不管你怎么划分，结论都指向同一个方向，组内不平等是以压倒性的。当然了，对于这么一个有点颠覆认知的结论，严谨的研究肯定不会就此打住，他们必须反复去验证。所以这个96% 法则到底可不可靠呢？它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都成立吗？好，我们接着来看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时间的检验。研究人员回顾了过去整整40年的数据。你看，从1980年到2020年，虽然美国总体的贫富差距是在不断扩大的，但是由群体内部因素驱动的这部分不平等，它的比例始终非常稳定地保持在95%到97%之间。这个模式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，非常稳定。那我们再从地理维度来看一下，这张地图就更直观了。你可以看到，在美国绝大多数地区，也就是这些深色的区域，组内不平等的占比都超过了90%。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，你看到没？在美国南部的一些地区，颜色稍微浅一些，比例会低一些。这可能恰好反映了那里独特的历史因素。那反过来看，也就更说明了这个模式在全美国是多么普遍。但这还没完。研究人员还从更多维度进行了检验，比如说
把男性和女性分开看，把不同年龄段的人分开看，或者按照有没有大学学位来分组，甚至按你是全职还是自雇来分。你猜结果怎么样？无论怎么分，这个 96% 的核心结论都依然成立。可以说这个发现真的非常可靠。好了，到现在啊，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个发现的可靠性。那么最关键的问题就来了，所以呢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功夫去弄明白这一点呢？咱们直接来看看论文作者自己是怎么说的。他们就指出，既然绝大部分的不平等都来自于群体内部，那么那些志在解决同一个社区内部资源和机会分配不均的补救措施，效果可能会好得多。所以你看，这就引出了一个关于政策的权衡问题。这张图表就对比了两种思路。你看左边，如果政策的重点是去小说不同群体之间的平均差距，那么它主要针对的其实就是那4%的不平等。但是你看右边，如果政策是普惠性的，也就是说致力于为所有人，不管他是什么背景，都提供更好的教育、医疗和金融机会，那么它触及的就是那96%的不平等的根源。所以这项研究最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：如果96%的不平等都真实的存在于每一个群体内部，那么我们想要去创建一个更公平的社会，我们的思路、我们的方法是不是也需要因此做出改变呢？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入思考。